1945年3月，一艘名为阿波丸号的日本货轮从菲律宾的港口出发，计划经福建前往日本。这艘船规模惊人，晚上光是乘客竟然就有2000多人。不过船上的人没想到，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一艘美国的潜艇。电光火石之间，潜艇对这艘货轮发动了攻击，阿波丸号沉没海底，地点就在中国的领海之内。由于当时技术不足，所以没有人再去理会这艘沉没的船。然而它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谜团。阿波丸号并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轮，它归属于日本军方。种种资料显示，出事的时候，随着船只一起沉没的不仅是船上2000多名乘客，还有藏匿在船舱里丰厚的宝藏：40吨黄金、12吨白金、40箱左右的珠宝和文物、3000吨锡锭、3000吨橡胶、大批工业钻石、数千吨大米，甚至他们还带走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北京人头盖骨。日本这次行动正是为了把这些从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劫掠的宝贝统统运回日本。他们当时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失败，所以决心尽可能多地保留战争中获得的财富。但是当时的日本已经处在美国的严格监控之下。在二战后期，日本是最为顽固的一个，军国主义的洗脑让日本始终不肯向同盟国投降，从而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加漫长的苦难。美国也深受其害，所以越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就越是担心日本要趁机搞小动作。在茫茫海域，美国人一直派潜艇对日军的海上行动进行监测。日本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他们的处境很不妙。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希望以此迫使日本投降。中国等饱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地区也已经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日本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资源已经消耗殆尽。在不投降的局面下，他们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应对今后的战争消耗。后人曾经计算过，日本当时在亚洲各地劫掠的黄金已经占到了当时全球黄金储备量的1/3。这样一笔巨额财富足以让他们把战争继续拖上10年。所以他们决定冒险将大批黄金珠宝装在一艘货轮上，瞒过美军的视线运回日本本土。可是这个任务困难极大，美军本来就对日本严防死守，怎么可能容许他们的货轮轻易通过呢？日本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阿波丸号。阿波丸号是一艘在日本服役多年的巨型货轮，装载量极大，曾多次完美执行过日本的军方任务。阿波丸号本身的航行路线就是日本与东南亚之间，所以日本人认为阿波丸号的出航并不会引起美国人的过分怀疑。此外，日本人还觉得阿波丸号是一艘被幸运之神眷顾的货轮，因为当时日本的各类船只已经频繁地遭受来自美国的攻击，阿波丸号自然也不例外，甚至有很多次都和美国发射的鱼雷擦肩而过。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阿波丸号都能有惊无险地过关，甚至有一回，一颗鱼雷已经冲到了阿波丸号的船头，然而却没有爆炸。走投无路的日本只能希望阿波丸号的幸运再发挥一次作用。所以在战败即将来临之际，日本紧锣密鼓地将战争换来的黄金珍宝一批又一批地搬上了这艘货轮。但是他们依旧不放心，万一美国这次郑重对待，对出航的阿波丸号团团包围，日本人岂不是前功尽弃吗？想到这里，他们又对阿波丸号进行了一番装饰，将船身喷涂成白色，伪装成一艘医疗船。按照当时的国际条例，即便是交战期间，美国也不能对日本的医疗船动手，因为这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人甚至还提前找到了美国人装模作样的谈判。他们对美国人说，阿波丸号要运送大批的伤兵返回日本，希望美国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对医疗船进行攻击。对于日本人这个说法，美国人半信半疑。战争中，医疗船运送伤兵很常见，可是日本是一个惯于说谎的民族，美国不会轻易相信他们。为了打消美国人的怀疑，日本这边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他们主动拆除了阿波丸号上所有的武器攻击系统，甚至同意美国人上船检查。美国人当然不会想到日本会这样大胆，在美国人的眼皮子底下将黄金运送上船。在确认船上的确没有留下任何武器之后，美国人相信了日本的说辞，同意对阿波丸号放行。日本方面松了一口气，只要过了美国这关，就没有人能阻拦他们了。随后1945年3月，
阿波丸号沿着既定的航线从港口出发了。此刻，这艘船承载着日本全部的希望，船上有无数的金银珠宝，还有2000多个希望返回故乡的日本人。船开出港口的那一瞬间，船上这些日本人便欢呼起来。作为侵略者，他们造下了累累杀孽，罪恶罄竹难书，但此刻他们却很有希望永远逃脱制裁，就连受害者曾经的财富，如今也要被他们夺去。他们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但是一艘来自美国的潜艇却悄悄地跟在了这艘船后面。日本人的谎言的确高明，可是几次在日本手里吃过亏的美国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不能相信日本人的任何一句话。虽然碍于国际法则，他们不得不让这艘医疗船通过，但他们不会停止对日本的监视。按照美国军方的指示，美国潜艇一直默默地紧随其后。他很快意识到这艘货轮的不寻常，除了外表之外，这完全不是一艘医疗船，日本人在说谎。如此便可以确定一点，这艘船背后是日本人的阴谋。当然，美国还不能确定这艘船上有什么。不过，日本人费尽心思想让他回到日本，绝不能让日本人达成目标。美国潜艇果断地向货轮发射了鱼雷。阿波丸号上的日军指挥官察觉到了危险，他们加足马力，打算甩开那艘碍事的潜艇。然而潜艇却始终紧紧跟随，眼看甩不脱，日军方面改变了策略，他们调转了阿波丸号的船头，直挺挺地朝着潜艇冲过去。他们并不打算鱼死网破，只不过他们估计这艘潜艇的体量很小，而阿波丸号是一艘巨型货轮，所以双方相撞的话，阿波丸号存活下来的概率更大。就这样，在海面上一场大战爆发了。只见货轮以最高的速度撞向了潜艇。不过日本人也没料到，美国这艘潜艇虽然小巧，但却相当坚固。所以双方相撞之后，潜艇虽然受损严重，可是阿波丸号也被生生地撕开了一条大口子。海水猛然灌进来，船上的日本人惊慌无措，装着黄金的木箱也都被灌满了水。这艘船本来就货物极多，重量极大，现在海水一进来，这艘船便飞速地向海底坠没。由于船上人数太多，又没有配备相应的救生措施，所以阿波丸号上的乘客无一人生还，货物也全都沉没于海底。阿波丸号沉没的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船上运载了一些财物。当然，他们不肯一次说明白。关于财物的清单是后续经过中国的反复勘测，美国放出的消息，加上日本各路媒体的采访爆料，才终于拼合完整的。阿波丸号沉没在中国领海，本该由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打捞，可是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又陷入内战，一下子耽误了好几年。直到1949年，中国才想起这艘沉没于海底的货轮，派人在水底进行了一番勘验。不过当时中国的技术实在太过落后，想要在海底进行作业难如登天。勘测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却已经发现了几件价值不菲的金器。这更让人们确信，关于阿波丸号的一切传说都是真的。日本人当初用阿波丸号运送的金银珠宝，本来就是从中国人民手中抢夺来的。如果中国能再次把这些珍宝打捞出来，那也算是物归原主。不过依旧是碍于技术的限制，直到70年代，中国才正式开始了这项打捞计划。此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阿波丸号的各项情报已经更加完善。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为表诚意，还特意带来了一份从日本那里得到的阿波丸号的货物清单。日本军方有知情人表示，阿波丸号上所装载的除了巨额财富之外，还有6000多吨的武器。日本方面对这艘沉船也非常眼馋。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还多次向中国提出愿意出人手来打捞这艘货轮。不过让日本进入我国领海打捞，等于侮辱我国的主权，所以中国政府坚定地拒绝了，决心凭自己的力量把这艘货轮捞出来。不过这个决定却得到了全世界诸多国家的嘲讽，因为当时很多人依旧觉得中国是一个技术极端落后的国家，想要在深海里完成打捞，简直是痴人说梦。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才更坚定了专家们想要完成这个任务的决心。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外国能做到的，现在的中国一样能做到。1977年4月27日，打捞阿波丸号的行动正式开始。海军方面直接参与这项任务的战士有600人，
同时，我们还出动了大量的勘测船、救生船、潜艇。这项行动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3年多里，海军方面派出的船只，每一艘平均的参与时间都超过了300天，潜水员水下作业的时间更是达到了3600次。在打捞开始的第1年，我军便有了惊人的发现，在海底找到了300多具尸骨，显然是属于当年货轮上的乘客。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将尸骨打捞上来之后，交还给了日本政府，由他们安葬。关于当年巨轮上的财富也进一步的被证实。在打捞过程之中，我军先后发现了散落的黄金、橡胶、水银、云母，3年间捞起的货物总重量超过了5000吨，这算得上收获颇丰。可是和当年日本列出的清单一比，这些财富似乎又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船上最主要的货物还是黄金。然而最离奇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太多的黄金，这绝对不可能，如此大批的黄金沉没入海，总该找到蛛丝马迹，可我军找到的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金器，而没有成批的金条。难道是情报出了纰漏？这个猜测很快被人否定，船上装着金条，这是中国、日本、美国等几个方面综合得出的情报，不会有假。那难道是日本人又做了手脚，以某种手段将黄金再次运走？这种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要知道，中国直接动用政府力量，靠着几百人的勘探都没有找到黄金。日本从2战之后一直被世界各国紧紧盯着，何况关于阿波丸号的事情又是议论纷纷，日本很难瞒过全世界的眼睛，对阿波丸号进行打捞。就算他们有这个技术，也根本越不过中国的海防线。日本方面则又有人提出，当年日本船上都装了自爆装置，说不定最后船只的沉没不是因为潜艇的撞击，而是日本人选择了自爆。这样一来，当年关于阿波丸号的情报就有可能出现偏差，主船舱的沉没地点或许与中国测算的不一致。但是随着技术进步，这个论点也被推翻了，中国基本已经锁定了当年货轮沉没的位置。同时，我们还在1980年打捞出了货轮的船身，只有那批传说中的黄金始终没有下落。2005年，阿波丸号当年沉没的海域又发生了地震，导致地质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寻找黄金更加艰难。所以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不明白那批黄金去了哪里，也许这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团。